上一期视频我们拆除掉了干挂石材的立面部分，那么这一次我们要尝试切割并拆除掉顶部和底部区域。好了，接下来我们要把我们的工具给改装一下，我们要给我们的角磨机去加装一个这个配件，这是一个带吸尘功能的这样的一个防护罩。它在这个用角磨机去切割石材的时候，可以把产生的粉尘给吸走啊。因为我们去处理上面的这个干挂石材的时候，如果不去做吸尘，那基本上就会满脸都是。当然，它本身不能直接吸尘，还要用它去连接一台吸尘器。我们这个找了一些配件来实现这个功能。OK， 首先把我们的这个角磨机的这个原来的切片要更换掉这个专门去切除石材的。对了，在这里去推荐一个这个搭配的角磨机用的一个这个扳手，它是用来拆卸这个锯片的，但是会比它一般会比这个原装的这个扳手要好用得多。很结实，这个在电商平台去搜这个角磨机扳手就可以搜得到，很便宜也很好用。这个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个叫切铁王的这个锯片，它是可以用来去切钢筋啊、金属类的。我觉得比树脂切片好用，因为我自从换了它以后，到现在基本上没有再把它卸下来过。它是一个不怎么消耗的这个切割片啊，所以很可靠。好了，接下来需要把它和这个吸尘器连接在一起。但是它们没法直接相连啊，因为这个尺寸不是很吻合，所以在这里我们又需要一个这个工具，它是一个转接头，在电商平台可以很容易买得到啊，只要搜索这个吸尘器的这个转接口就可以了。我们希望我们的角磨机在操作的时候，这个吸尘器能和它同步的这个开关。之前我们在用切割机的时候，里面的水泵就有这个联动功能，所以在这里我们又准备了一个这样的联动开关，它有主控和受控两个插座，那它就可以实现当这个角磨机插主控开关，吸尘器插受控开关，那么角磨机一旦启动以后，这个吸尘器也可以跟着启动，就可以实现这种联动功能。应该是这样的，我还没有试，待会儿我们试一下。好了，接下来我们要正式测试这一套组合的效果怎么样。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联动功能开始的时候没问题，角磨机一旦启动，吸尘器就会跟着启动。但是当角磨机停下来的时候，吸尘器还在启动着。可能是这个联动开关需要去调整一下灵敏度。待会儿试一下啊 ，O 不 OK？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角磨机的吸尘罩，确实有一定的吸尘效果，但是它在处理死角的时候会很碍事儿。刚才我们的这个干挂石材只能切到一部分，其他的这个边角就很难切得到。如果这样敲的话，会不会直接裂开？也许可能要去借助一些手动工具，我们待会儿想想办法。不出意料的，这里还是出现了失误，造成了一个小小的缺口，但是好像问题不是特别大。当我们装完门窗的时候，那里还可以进行修补。但它同时给我们提了一个醒，这个干挂石材的切割还是有一定的技术性的。如果没有很明显的切口，它很难按照预想的方向去产生裂纹。所以接下来我们去切割顶上的这一块的时候，在切边角的时候，不得已我们可能要把角磨机的这个防护罩给取下来。必须要把它有一个明确的切口，保证它按照我们预想的方向去开裂。
最后在切割边角的时候，还是取下了角磨机的这个防护罩。说实话，这个操作不是很推荐，因为会有一定的危险性。但是有的时候，你还是得向现实妥协，冒一点点小小的风险。目前来看，这个风险还是值得。我们成功的把顶上的这个钢化石材给切除掉了。那么用同样的方式，我们可以去处理掉其他部分。好在一共也就2个门洞。那么下期视频我们要去解决一个长久以来的大问题，就是我们拆墙过程中拆出来的钢筋混凝土的这个2次构造柱，由于很重，基本上都在原地躺着，有些小的可能稍微挪动了点位置，但是因为体积很大，是没办法装入垃圾袋的。下期视频我们要想办法把这些钢筋混凝土立柱给瓦解掉，准备要进行我们拆除工作的收尾了。我们下期再见。